大家好，我是 Hos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你今天戴什么表呢？今天我要来到高雄的知名表店名人钟表，要来介绍 Seiko 推出的新表款 Seiko Prospex Samurai 新款54 SRPL11、SRPL13和 SRPL15。依照惯例，介绍手表前要先诚挚的邀请你订阅 Host 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。你的订阅是 Host 频道的最大动力。用订阅及分享影片来支持我们，能激励我们不断发掘精彩的表款，期待你的加入，衷心感谢你的订阅。我们先来看看规格的部分，表壳材质由不锈钢制成，表壳直径是 11.5 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 19.5 毫米，在厚度上的测量为 12.3 毫米，重量170公克，搭载的是 Seiko 4R35 机芯，防水深度200米，售价20500元。一直以来拥有着丰富经典模型的 Seiko 潜水表，在钟表爱好者和潜水员心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例如我们熟知的将军、相扑、尾鱼罐头、海龟以及大小 Money Master 等等，特殊的设计和卓越的可靠性而深受表迷们的喜爱。你会很容易的在路上逛街时遇到路人的手腕上就会带着一款 Seiko 的潜水表。跟大多数人一样，我所购买的第一款潜水表就是54。当初会购买54，就是因为它的表径较大，比较符合我的出手腕。当然，外观及价格也是考量因素。先来简单介绍一下54的发展。54很年轻，在 Seiko 中算是新时代潜水表，在 Seiko 中算是原创元素，并没有参照过往的经典模型，其灵感源自广为人知的日本54元素，拥有极高的耐用性和亲民的价格。初代54型号 SBDA003。自2004年推出以来，就收获一大票粉丝的心，因为它使用的钛金属表壳及表带兼具强韧和轻量的特性，非常适合在水中及日常来佩戴。但是搭载的是没有停秒及自动上链的 7S25 机芯，仅发售了4年就于2008年停止生产，所以只有少数幸运的人买到了初代54。然后经过了漫长的等待，在2017年的时候，第二代54终于复活，使得全球的粉丝激动不已，我也是其中一位。我所购买的就是第二代 Paddy 特别版54。然而第二代比较可惜的是，壳体材质换成了不锈钢，而不是使用轻盈的钛金属。但是在机芯的部分有所升级，换上了 Seiko 在2011年所推出的 4R35 机芯，推出的型号非常的多，除了常规款式之外，还有一些地区限量版或是合作特别版的54，以及升级版的54，就是我之前所介绍过的54王。我觉得今天的表款应该不能称为第3代54，因为它的外观真的差着蛮多的。首波新款54推出3个型号，分别是酒红色的 SRPL11、黑盘面的 SRPL13，而 SRPL15 有些许不同。在壳体上使用了黑色硬质镀膜，以及搭配橡胶表带。这次盘面上的颜色只有黑色及红色2种。新款54的设计完美融合了传统与现代。我们先来对比与前代有何变动。表壳直径为 11.5 毫米，与前代差不多。差异较大的是表圈的部分，表圈直径缩小为11.5毫米，这是第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点。接下来更为明显的就是指针与时标的样式。位于12点钟之前的大面积扇形或者称为盾牌的形状，换成了较细长的倒 V 型时标，其余的长条形及梯形时标更改为像子弹的形状。日期视窗更改在4点半的位置的圆形小孔，时针的样式从宽大的毛状改为细长的铲子形分针，变化不大的是秒针从针形改成三角形。接下来从侧面可以看到表圈依旧采用80丁纹滚花设计，其刻痕及范围明显细小了很多，而表壳差异也很大，从厚度来看更加纤薄，而且取消了中间抛光的部分，而那充满肌肉线条的菱形表耳不见了，其倾斜角度也是有些微变化，带有刀柄刻痕的表冠也是变小了许多。以上是新版本在外观上的新设计。首先来谈谈面盘的颜色，如果期待有缤纷面盘的朋友要大失所望了。这次面盘的颜色比较单调，没什么变化性，简单的颜色也没什么光泽，但是我觉得在读时方面它确实更棒了，因为这次取消了外表盘上的分钟刻度，而将分钟刻度放在面盘上的时标之间，在视觉吸引力上更强。
清晰易读且实用性高。但是我有可能是那极少数喜欢前代外表盘分钟刻度的人，主要是因为分钟刻度在原本就很小的面盘上显得更加的拥挤，其次是因为初阶手表在表壳内侧的处理没有很好，或者是说在上面你看不到精美的抛光或者拉丝，但这只是我在一个小小细节上的抱怨。这款表盘的设计还是具有历久不衰的制式风格，制式的还有盘面上简约淳朴的颜色。如果你喜欢更加缤纷的颜色以及刻痕或者图案的话，可以等接下来的新的型号或是特别版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在4点半的位置放了一个圆形小孔，这样的日期视窗已经是 Seiko 目前的趋势了。新款的亮粉指针也很有魅力，正确的比例、易读性和特殊性的饰面令我印象深刻。与前代棱角分明的大型指针不同，抛光秒针前端配有显眼的三角形，子弹型的时标也很有辨识度。而更有辨识度的是与面盘颜色一致的铝制顶环，顶环上分钟刻度圈以5分钟为间隔，精心印制粗体数字与长条形标记，每分钟都准确与刻度对齐，还能看到 Seiko 展现卓越的印刷品质，无任何污渍或涂漆不完整等瑕疵，是具有高度对比的白色标记。单向旋转表圈格数为120个，旋转时可发出令人满意的声音，带有些微弹性的回弹，是 Seiko 单向旋转表圈的典型特征。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在于镜面，使用了抗耐刮的 Holox 玻璃镜面，而不是使用受欢迎的蓝宝石水晶镜面。Holox 很棒，但在2025的今天，感觉更像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措施。如果想要有蓝宝石以及陶瓷表圈的话，依照 Seiko 以往的行销模式，我认为在特别版或者新款50王上才会有。壳体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，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，正面少了之前大表圈覆盖着粗壮表壳，取而代之的是锐角表耳延伸至表壳背面，呈现出流线而符合人体工学的外形。壳体侧面少了中间的抛光缺口，也纤薄了不少，保留钻孔表耳方便更换表带。我想这将是实用的功能，因为新款的不锈钢链带经过了普通的粗糙缎刷，在链带的周围、转折及结合处，并没有使用精细抛光增加层次感。但是好在链带与末端链接之间的衔接还算流畅，表带宽度由20缩减到18毫米，整体厚度及宽度都有变小。安全锁扣上有4个微挑孔，并具有基本的冲压结构。尽管保留了潜水延长装置，但感觉还是入门级的。对于像我这样的办公室潜水员来说，仍然是多余的。这次 Seiko 的 LumiBot 夜光涂料依旧表现得突出，确保了在低光源的条件下的可见度。在3根指针及12个时标上，具有清晰的轮廓和充足的夜光填充，符合了 ISO 6425认证潜水表的严格要求。底盖采用了 Seiko 典型的旋入式底盖，表背上并饰有艺术品防水等级200米。底盖下搭载了秀哥短袜的 4R35 机芯，正频3赫兹，有着41小时的动力储存，日误差正是15至负35秒，通常走时表现还算可以，大约在正负10秒左右。而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款机芯价格低廉，易于维修和更换，而且足够耐操。表壳是 11.5 毫米，表耳到表耳是 19.5 毫米，表带宽度由20缩减至18毫米，在我的8英寸腕围上是完美的比例。我觉得 6.5 到8英寸的腕围都可以佩戴。厚度为 12.3 毫米，重心较低，佩戴在手腕上感觉很平衡，与前代54相呼应。表耳还是有棱角分明的设计，表耳是 19.5 的长度更显流线。不过链带的缎刷品质并没有达到我的预期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橡胶表带的 SRP-L15 有着更舒适的佩戴体验，表背周围的内凹能够更稳固地贴合我的手腕。全黑的外体配上奶油色的时标，让我非常喜欢这表款。想到以后看不到旧款54，心中难免有一些感伤。整体来说，新款54是款外观漂亮的手表，具有视觉吸引力的设计、鲜明的美旋和匀称的构造。夜光性能值得称赞，新设计的链带与典型不同。是的，这次 Seiko 终于没有在经典中挖遗产了。看到这些革新，我还是蛮乐观其成的。
接下棒子，期待新款武士延续新的里程碑。以上是 Seiko Plus Bay 新款武士的介绍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欢迎在下方留言提出你对这款手表的看法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Hoss， 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